196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小镇亚瑟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枪击惨案，35人死亡，37人受伤。到底是谁制造了这起事件？他为什么这么做？又是如何推动澳洲禁枪历史的呢？大家好，我是 Scott， 今天我们来说亚瑟港枪击案。1966年4月28日早上6点整，马丁·布莱恩特和往常一样被他的闹钟叫醒。在和家人吃过早餐后，布莱恩特的女朋友便出门看望自己的父母，而他呢，把事先准备好的枪支弹药装进黄色沃尔沃的后备箱后，就出发前往亚瑟港。此时正逢冲浪爱好者的黄金季节，马丁开着他的黄色沃尔沃汽车，车顶架上绑着他的冲浪板，俨然一个秋日周末前往海滨戏水的快乐青年。一路上看到这辆车的人绝对不会想到，车里这个金发青年即将制造一起轰动世界的特大惨案。布莱恩特大约在9点45分离开位于霍巴特市中心的家，然后开车前往亚瑟港。从霍巴特市中心到亚瑟港大约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在路途中呢，他曾经多次停车购物和买咖啡。一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还友善地提醒他说，今天的海面十分平静，并不适合冲浪。然而呢，布莱恩特并没有理会，就继续朝着亚瑟港开车去了。大约上午11点呢，布莱恩特来到了他的第一站海景小屋，这里是由已经年过70的马丁夫妇居住和经营的民宿。那根据法医在事发后的报告呢，2名老人都是被打伤和刺伤，活动受限后又被枪击身亡的，手段相当残暴。而据布莱恩特后来交代，他虽然和店主夫妇相识多年呢，但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布莱恩特，特别是老板娘萨利·马丁，对他总是非常不友好。因此布莱恩特也对这对老夫妻呢怀恨在心。也有媒体调查报道称，布莱恩特的父亲曾经想要购买一处房产，但被马丁夫妇抢先购得，这也让布莱恩特非常愤怒，因此而产生了袭击他们的动机。在残忍地杀害了马丁夫妇后，布莱恩特又继续驾车前往亚瑟港监狱遗址的景区。大约下午1点钟，马丁驾车来到了亚瑟港，在排队付费后呢，就进入了景区。当天有超过500名的游客来到景区参观。他把车停在了停车场后，从车里拎着一个网球包，走进靠近水边的宽建咖啡厅。这栋建筑建于1950年代，起初呢是作为旁边椭圆体育场的附属设施，后来改建为亚瑟港历史景区的纪念品商店和咖啡店。1995年6月，宽建咖啡厅的老板 Jim Laycock 把店铺卖给了塔斯马尼亚政府。那这一片建筑紧挨着游客的停车场，当时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大约有60人，大多数人围坐在宽建咖啡厅的餐桌附近。布莱恩特跟其他人一样，在柜台点了份午餐，然后在外面的走廊坐下来吃，边吃呢边打量周围的游客。而这些游客肯定也没有想到，几分钟后他们的命运都被这个年轻人彻底的改变了。用餐完毕，布莱恩特收拾好东西，拎起了那个看起来十分沉重的背包，走到了靠近西北角的空桌附近。突然，布莱恩特从他的包里抽出一把半自动步枪，开枪射击离他最近的亚裔游客。随后，他又接连射击了其他人，在他们还没能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应声倒下。布莱恩特又接着将枪口指向了其他大惊失色的游客。在短短的90秒的时间里，布莱恩特使用手中的 AR-15 半自动步枪连续射击，这就直接导致咖啡厅里的20人中弹身亡，12人受伤，其中19人呢被打中头颈部。这就包括澳洲著名的橄榄球裁判55岁的梅尔维·霍华德和他的57岁妻子玛丽。随后，他又进入了与咖啡店相连的纪念品商店，在那里，他用剩余的12发子弹造成了8人死亡，2人受伤。在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刚刚还人声鼎沸的咖啡店和商店血流成河。而布莱恩特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冲出商店，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恰巧当时有一辆大巴车在停车场，有几名乘客和司机还正因为刚才突然听到的枪声，惊恐的不知所措，还来不及反应，布莱恩特
已经更换了另外一把 L1A1 步枪走近了他们。随后几声枪响，公交车附近又有4人丧命，6人被打伤。而失去理智的布莱恩特并没有停手，他暴躁地冲到自己的车里，启动发动机，沿着景区的主路向收费站方向开去。此时，年轻的妈妈米卡克正带着自己2个可爱的女儿沿着路边散步。在听到了之前连续的枪声后，他们跟附近的其他游客一样，意识到了事情的反常，开始尝试逃离并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然而在慌乱中呢，他们误把正在开车的布莱恩特当做了也在试图逃离的游客，走进他的车想要寻求帮助。结果，缓缓降下的车窗背后是冰冷的枪口。米卡克和他的2个女儿不幸中弹。在景区收费站旁边，布莱恩特与另外一辆宝马车内的乘客发生了争吵，他击杀了车里的3个人，并抢劫了这辆车。布莱恩特把自己车内的部分枪支和弹药都转移到了抢劫来的宝马车里，便驾车离开了景区。与此同时，当时在景区内参观的一名护士进入了宽健咖啡厅，试图帮助受伤的游客，并且立即报警。而布莱恩特则开车到达了不远处的加油站，他把车停在一对开着白色丰田车的年轻情侣旁边，拿出武器，命令乘客皮尔斯进入宝马的后备箱。在关上后备箱后，他朝着丰田的挡风玻璃开了2枪，杀死了车内的女乘客，还袭击了加油站里的工作人员。之后，布莱恩特将车开回了马丁夫妇的海景小屋。在路上，他还不断向沿途的车辆随机开枪，打伤了许多人。到达海景小屋后，他把锁在后备箱里的皮尔斯作为人质拖进了屋内，并放火烧毁了汽车。进入屋内，布莱恩特将已经惊恐万分的皮尔斯安置在了马丁夫妇的房间内。随后，接到报警的当地警察赶到了现场，并试图与马丁谈判了几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布莱恩特向屋外的警察不断射击，并且要求警察提供军用直升机供他逃离。之后，警方公布了当时与布莱恩特对话的部分录音。在录音中，布莱恩特还十分轻松淡定地跟警察说，他正在为屋里的人准备晚餐。Oh, hello. It's Terry again. How are you? I'm fine. How's things going in there, mate? Fine, couldn't be better. Just like on a Hawaiian holiday. Hawaiian holiday? Yes, that's correct, sir. Oh,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by that. I'm making up some sandwiches. These people have got salad and some bacon in them. Right. And eggs. I'm going to fry up some bacon and eggs for them. Mm-hmm. Hey, I've got to go because this kettle's squealing downstairs. 然而，警方发现，虽然在谈判过程中，布莱恩特声称人质还活着，但事实上，人质皮尔斯早就已经遇害了。4月29日上午，在经历了18个小时的对峙后，由于屋内突然着火，身体被烧伤，布莱恩特自己从房间里冲了出来，被警察当场控制，然后被送进医院救治。4月30日，布莱恩特在医院病床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头版报道了这起震惊世人的枪击案。澳洲警方也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调查，而布莱恩特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从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这么做，甚至在警察的多次问询时，他依旧面带笑容，毫不在意，甚至觉得很有趣。布莱恩特接受了4次心理及精神状况评估，尽管根据行为分析，他被认为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导致不适当的举止和行为，但在法律上呢，他被宣布为理智，适合接受审判。7个月后，1996年的11月19日，布莱恩特在塔斯马尼亚最高法院接受了为期3天的法庭审判。最终，他承认了包括谋杀、谋杀未遂、伤害他人和纵火在内的72项指控。在11月22日，首席大法官威廉斯考特宣布了对布莱恩特的最终判决：35次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27岁的年纪就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残忍杀戮呢？故事要从他的童年说起。马丁·布莱恩特出生于1967年5月7日，是莫里斯和卡琳·布莱恩特2个孩子中的长子。母亲发现他不同于其他小孩，他不喜欢拥抱，也不喜欢任何亲密的接触，甚至拒绝母乳喂养。当他16个月大的时候，刚学会走路的他甚至还会逃跑，这一度让他的母亲十分头疼。而当他长大一点之后就更加与众不同了。精力旺盛又热爱冒险，
很难集中注意力，无法管理自己的脾气。有时候他的顽皮甚至暴力又具有破坏性。他经常从家里失踪，然后出现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什么邻居家的鸡笼上面，铁道对面的荡秋千上。父母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只能用绳子和背带把他锁在了自家阳台上。这在澳洲是不得了的事情。邻居认为，沃里斯夫妇是在用养狗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母亲解释说，他放了很多玩具在阳台上，这样呢，小布莱恩特在那里既安全又开心。上学以后，老师们将布莱恩特描述为异常脱离现实，要么没有感情，要么不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行为呢，也常常令人无法理解，比如在潜水的时候扯掉别人的呼吸管，或者在邻居的院子里砍树。在12岁的时候呢，因为放烟花受伤，被送入医院，并且呢，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也正是因为他的怪异表现，在学校时经常被别的同学嘲笑、欺负和孤立。而布莱恩特的父母呢，也在管教孩子的问题上面出现了分歧。父亲为了让孩子变得正常，他表现得相当激烈，甚至经常动手。之后，父母带他去看了医生，诊断发现他的智商只有66，而正常人一般平均智商为90到109，低于69则被分类为严重的智力缺陷。诊断过后，布莱恩特在中学时被送入了霍巴特的特殊教育学校，但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孩子。虽然布莱恩特的表现令人头疼，难以管理，但他的父母仍然给予了他足够的关爱。之后，父亲在他14岁生日时送了一把气枪作为礼物。这其实看起来没什么不合理，男孩子嘛，咱们小时候也都有玩过玩具枪之类的。但对于布莱恩特的父亲来说，这或许是做过的最糟糕的一个决定。这让进入青春期的布莱恩特有了了解枪支的机会，有了父亲送的玩具气枪，他的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看起来更具有攻击性。他开始悄悄地躲在房子旁边的一个河床里，然后朝着过往的车辆开火，或者晚上呢，在海边朝着海里随意的射击。有一天，邻居发现布莱恩特从一棵树上射死了一只鹦鹉，然后又向鸟的尸体头部射了几枪。他还曾试图把一把鱼枪插入同窗好友格雷格的头顶。事实上，在童年时期，布莱恩特曾经多次接受精神方面的诊疗，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善。在他16岁的时候，父母无奈之下只能让他退学了。1984年，为了申请政府的福利金，17岁的布莱恩特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精神病医生达克斯博士那里做评估。这位在塔斯马尼亚备受尊敬的精神科专家很快就看出了问题。他给出的评估分析指出，布莱恩特呢将无法就业，因为他的读写能力低下，无法正常与人沟通，甚至会惹怒别人，制造麻烦。达克斯博士接着说，布莱恩特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园艺需要父母的看护，而他成年后，他只能靠领取残疾抚恤金生活。在接受了达克斯博士的评估和诊治后，布莱恩特在父母的严密看守和照顾下呢，度过了平安无事的3年。尽管心智不健全，举止怪异，但他还是继承了一些父母的外貌基因，长成了一个20岁的年轻英俊小伙。他跟父母一起居住在霍巴特的 Lena Valley 这个区域，紧挨着 Newtown， 地处霍巴特市中心，附近有很多有钱人家的豪宅，有大片的花园需要人照料。布莱恩特也开始寻找一些打理花园的临时工作。1987年初的一天下午，父亲上班以后，布莱恩特自己在街上闲逛，他在寻找是否有需要打理的院子，这样呢，他可以上门推销自己的服务。正巧，他就走到了海伦家的门口。这个海伦也不是一般人，由于他的祖父生前是塔特索尔彩票公司的经理，因此他继承了一部分这个公司的股票。而这个公司就是塔特集团的前身，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但它旗下的几个品牌在澳洲应该是无人不晓的，像 TAB、The Lottery， 怎么样，意不意外？所以这个海伦可正儿八经是一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千金，继承人3代。就这样呢，海伦成了布莱恩特的客户，他需要定期上门打理花园，照顾大约50只宠物。这2个在外人眼里古怪不合群的人呢，一见如故。随着接触增多，他们从雇佣关系发展成为了朋友。而当时海伦54岁。在调查亚瑟港袭击的事件过程中呢，法医精神病学家 Paul Mullen 教授
曾经询问过布莱恩特他与海伦的关系。炮说道：“布莱恩特把海伦小姐看作他唯一的朋友。”而与海伦一起住在豪宅里的母亲，由于年事已高，生病受伤后呢，又行动不便，就被安置在厨房里，无人照管。在1990年的时候，附近的邻居因为不堪忍受难闻的气味和杂乱的环境，就向卫生部门报告。之后，工作人员打开房门，发现他们的屋里到处都是垃圾，还有50只游走的宠物以及它们的排泄物，场景不堪入目。海伦和他的母亲都有不同程度的皮肤溃烂感染，被送入医院治疗。不久，海伦的母亲就因为严重感染去世了，而海伦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呢，就回家了。家里也被政府下达了强制清理令。布莱恩特的父亲呢，还请假协助儿子清扫海伦的豪宅。之后，海伦更是让布莱恩特住进了他的家里。据他们身边的邻居及附近的店主回忆呢，海伦跟布莱恩特生活在一起时，出手十分阔绰，两个人像情侣一样生活。由于酷爱收集，海伦还购买了几十辆各式各样的汽车，停满了街道。然而，在看似愉快的生活中，布莱恩特的精神状况事实上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他的情绪化越发的严重，甚至变得阴暗。由于政府补助金的要求，布莱恩特呢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状况评估。在他的档案中，医生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布莱恩特告诉我，他想四处射杀人。而布莱恩特的父亲面对越来越失控的儿子和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充满了担忧和恐惧。现在的他俨然就是一条妻子曾经用来控制儿子的皮带，随时可能被撕裂。1991年11月，他提交了一份自己的遗嘱。遗嘱中说，在自己去世后，将2个孩子分开，房产归妻子和女儿使用，而价值超过25万澳币的养老金呢，则留给儿子。而更戏剧化的是，海伦也在3周后提交了自己的遗嘱。他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布莱恩特，并且委托布莱恩特的父亲作为受托人来管理。此时，因为邻居的长期不满，海伦和布莱恩特带着他们的一群宠物搬离了纽唐，在 Coping 购买了一个农场，住了进去。邻居在亚瑟港袭击案后回忆起布莱恩特说道：“他是个脾气暴躁、眼睛狂眼的男孩。他随身携带气枪，喜欢在晚上漫无目的的游荡。他还曾试图向路过的游客射击。直到1992年10月，海伦与布莱恩特开车出行时，在农场附近的路上遭遇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海伦当场离世，而布莱恩特则受了重伤，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后才回家。布莱恩特则成为了海伦的唯一法定受益人，他继承了包括市中心的豪宅、小镇农场和其他总计约55万澳元的资产，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1992年底，塔斯马尼亚的平均年收入大约是2万5千澳币，这笔钱需要不吃不喝20多年才能挣到。而如果当时布莱恩特如果选择买房子的话呢，这笔钱可以在霍巴特买3套房子，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1993年初，出院后的布莱恩特精神状态更加不受控制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伴侣。他开始拼命想要获取新的关系，但周围的人都本能地害怕疏远他。而布莱恩特的父亲看到越来越失控的儿子，自己也陷入了持续的焦虑中，甚至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几个月后，邻居在他们的房子门口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报警。警察在农场的搜索中发现了布莱恩特的父亲，他已经在农场水坝中溺亡，而他的脖子上系着布莱恩特的潜水带。当时的救护人员形容布莱恩特的反应，说他对搜查感到非常兴奋，但对父亲的死亡却漠不关心，也没有表现出悲伤。在父亲去世后，布莱恩特又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25万养老金遗产。他的母亲申请了布莱恩特的监护权，而继承的所有遗产则被委托给专业的机构管理。1993年起，布莱恩特就开始用这笔钱在各地旅行。他走遍了澳大利亚各地，也去过新加坡、曼谷、伦敦等一些地方，其中一些地方还去过不止一次。他似乎想要通过旅行结交一些新朋友，但显然他不具备这样的社交能力。持续的负面反馈呢，
也让布莱恩特十分的低落。除此之外，拥有大笔财产的他还开始购买枪支。从警察的调查细节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在一步一步走向疯狂的深渊。1993年底，布莱恩特通过报纸广告购买了一支 AR-10半自动步枪。1996年3月，他在一家枪支店修理了这把步枪。在修理的过程中，他向老板询问了 AR-15步枪。后来，他从 Terry Hill 的枪支店里用大约5000澳币的价格购买了 AR-15半自动步枪和一些子弹。而枪支店的老板从未向布莱恩特索要过枪支许可证。1996年4月，也就是袭击案发生之前，他还购买了.30口径武器和12口径猎枪的清洁套件。在家附近的运动店里呢，他还购买了一个王子牌网球运动包。他告诉店员，包需要足够结实、足够大，还用卷尺测量了包的长度。说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布莱恩特要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呢？他曾经对隔壁的邻居说，我会做一些让每个人都记住我的事情。也许他是因为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孤立让他感到越来越沮丧。具体的原因呢，我们不得而知。在整个袭击的过程中，布莱恩特使用了2把不同的枪支。射杀马丁夫妇和扫荡宽建咖啡厅时，布莱恩特使用了科尔特 AR-15半自动步枪，这被认为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枪支之一。大名鼎鼎的美国军用步枪 M16就是在 AR-15的枪型基础之上制造的，并且呢，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有21起大规模枪击案件的袭击者都选择了这把武器。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川普袭击事件中，枪手使用的也是 AR-15系列，极富争议。在袭击了宽建咖啡厅之后呢，布莱恩特换上了 L1A1自动步枪，这是澳洲本土枪械制造商生产的枪支，也是军备级别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在使用。布莱恩特还带了一把 USAS-12的自动散弹枪，只是在袭击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澳洲之前有没有发生过别的枪击案呢？从1978年到1996年的这18年间，全澳洲发起了13起伤亡4人以上的恶性枪杀案。在袭击案发生之前呢，澳洲的枪支管理是各州及领地的责任，每个地方的管理政策既不统一，信息也无法交换。根据全国反暴力委员会的统计，在1990年，全澳洲大约有350万支枪，大概每4名澳洲人中便有1人拥有一支枪。在当时的部分区域，未成年人都能得到枪支执照，枪支不要求申请登记，甚至可以合法拥有自动或者半自动的枪支。那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澳洲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当年的5月1日，刚刚赢得选举仅1个月的第25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紧急前往现场，他当场表示将尽快推动枪支管理法案的制定。5月6日，这个事项在议会开始讨论。然而，推行禁枪令并非一帆风顺。在议会上，反对派对禁枪的提议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一些偏远地区的农场主由于实际需求，禁枪令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总理霍华德在采访中回忆了最开始推行禁枪法案时，他曾前往各地公开宣讲。当时，他在自己的西装里穿了一件笨重的防弹衣，看起来十分滑稽，甚至当场被民众嘲笑。这其实真实地反映了总理的担忧和当时来自社会反对团体的压力。5月7日，一封来自枪击案幸存者沃尔特的信寄给了霍华德总理。在信中他写道，作为在亚瑟港失去妻子和2个可爱女儿的人，我想通过写信的方式给你力量，以确保澳大利亚再没有人会遭受这样的伤害。5月10日，在霍华德召开的特别峰会上，联邦、州和地区警察部长签署了一项协议，引入新的统一枪支法，包括禁止半自动和自动装填步枪和猎枪的类型，以及更严格的许可制度。而这一协议在短短1个月后就得到了通过。6月12日，总理霍华德传真给塔斯马尼亚州长说，联邦政府将出资250万，用于协助亚瑟港遗址的修缮工作，包括修建遇难者纪念墙，用以悼念在袭击中丧生的无辜生命。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从联邦到地方的各个政府部门共同配合，
完成了一系列的决策立法手续。1996年10月1日到1997年9月30日，联邦政府耗资约3亿澳元，回购并销毁了约64万支合法和不合法持有的枪支。在收缴的过程中，有一个来自塔斯马尼亚的经销商报告了一个重量为5吨、价值约为200万的机枪部件。而在北领地呢，也收缴了23门二战时期的加农炮，价值44万澳币。在禁枪法案实施后，澳洲的恶性枪击案件数量显著降低。在1996年之后的18年间，没有发生一例恶性屠杀事件。而在2022年莫纳什大学枪击案之后，再一次促使联邦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枪支管理的细节。在事情发生1年后，沃尔特先生用自己2个女儿的名字创立了阿兰娜和马德琳基金会，用来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侵害。即使我走过最黑暗的山谷，我也不惧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保护和引导让我感到安慰。